前段时间，美国刚批准了一份对台湾的军售，不过卖的却不是武器装备，反而是一些美制装备的后期服务，里面包括关于坦克、战车的相关零部件和后期技术支援等。就这些东西，美国就要了32亿新台币。或许是觉得上次没有卖给台湾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仅仅过去1个半月，美国就发起了另一项新的军售。这2天，火力军看到一则消息，拜登政府打算要求国会同意一项军售，专门用来支援台湾战力提升，其中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战术空导弹，价值300多亿新台币。不过这次给的装备也确实不错，分别是价值100亿新台币的60枚 AGM-84L 鱼叉2型反舰导弹，价值26亿新台币的 AIM-9X Block 2型响尾蛇空导弹，以及价值198亿新台币的延长监视雷达合约。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笔军售最快将在本月宣布启动。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想要同意一项军售，需要拜登政府向国会发出申请。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2党议员将讨论并决定是否批准此项军售案。目前，拜登极力推动这项军售，国会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阻力，只是目前正处于休会期。等到秋季复会后，2党议员大概率会同意这笔军售案。说实话，这个时间段对台湾宣布军售绝对有一些特质，要不然拜登也不会选择在这个节点推动军售，背后绝对有一些特殊的考量。在去年，台湾刚采购了100套岸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里面就包括100枚鱼叉导弹和4枚遥测弹，总价值700多亿新台币。另外还包括411个集装箱、100套鱼叉海防系统发射器运输器，以及25辆雷达卡车等。而且在去年购买岸基鱼叉的时候，还因为数量庞大导致预算紧着，专门去找美国商量，要不我先买32套防御系统，剩下的68套是阵地部署、人力编制以及美方产制能量变化，然后再决定是否追购，你看这样行不行？结果美国那边异常强硬，要买就一次性100套，不然就不卖了。后来没办法，台湾确实需要岸基鱼叉反舰导弹，不买还不行，最后又重新提交新发家属，编组高达866亿新台币的预算，一次性采购100套岸基鱼叉以及阵地兴建预算。不过台湾也不是乱买的，当初鱼叉导弹刚服役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开阔海面执行反舰任务，而去年采购的鱼叉反舰导弹则是升级版本，可以在近海、杂波多的地方执行任务。据说还可以与雄风系列反舰导弹形成互补。从性能方面来说，雄风2型就基本和鱼叉反舰导弹在伯仲之间了，基本算得上同一级别的武器了。而且雄风2型射程还要远一些，末端制导采用了复合制导，既有主动雷达也有红外。台湾现役的雄风2型反舰导弹射程在120公里左右，而雄风3型则是可以达到了150公里。在经过性能提升以后，增程型雄2可增至2倍以上，达到250公里。增程型雄3导弹射程则超过300公里。再搭配海军计划采购的机动导弹发射车，将大大提高台湾近海防御能力。同时，海军还计划扩增的对海导弹部队海锋大队的兵力，增编数个机动导弹中队，并且打算部署到澎湖等离岛地区。只是台湾自研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虽然采用了机动部署的方式，但是需要大型拖车将导弹发射车牵引到作战地点，以此来进行机动部署。而采购的岸基鱼叉反舰导弹则是导弹与车体合一，在机动性能上超过雄风系列不少。鱼叉系列反舰导弹之所以能够获得台湾军方的青睐，这当然是因为好用，性能还强。这一点已经在乌克兰战场经过验证了。你看黑海舰队最大的就是这个导弹了。而且从 Block 2型开始，鱼叉反舰导弹就安装了卫星惯性导航系统，单枚导弹就能让3000吨级的军舰丧失战斗力，让5000吨的驱逐舰重伤。经过改进后，鱼叉不但可以精确攻击海上目标，还具备攻击海岸陆地固定目标或港口内舰船的能力。
甚至还拥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并且鱼叉反舰导弹可以更好地融入美军作战信息体系中，整合了武器资料链网络。这意味着任何已加入的武器平台，包括成攻级护卫舰、F-16战斗机和 P-3C 巡逻机等，都可以将目标的 GPS 坐标传送给鱼叉导弹进行及时修正。相比之下，雄风导弹没有抗干扰的军规 GPS 系统可以使用，就需使用光电或者雷达地形对比系统，才能精确攻击陆地目标。如此一来，系统复杂难以操作不说，价格也是非常高昂。台湾还达成了一个鱼叉的新成就，那就是集齐了4种型号的鱼叉反舰导弹。台湾与鱼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97年，那一年，美国首次向台湾出售了54枚空射型鱼叉导弹，4年又出售了58枚同型号鱼叉。除了空射型鱼叉导弹以后，台湾分别在2000年采购了71枚箭射型鱼叉，以及2008年采购了32枚潜射型鱼叉。空射型鱼叉导弹主要装备 F-16战斗机，箭射型则装备成攻级护卫舰，而潜射型则装备2艘海象级潜艇。目前按照计划，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预计2023年就可以交付台湾列装。届时，台湾将会拥有空潜陆箭射4型鱼叉导弹，战时可透过这4种发射模式对水面目标形成饱和攻击。此次军售中的另一个重要项目，那就是100枚 AIM-9X Block 2型响尾蛇战术空对空导弹。此前，台湾曾开展 F-16AB 战机性能提升的凤翔专案，将 F-16AB 提升为 F-16V 型。当时，美国除了同意出售最先进的 AIM-9X Block 2型响尾蛇导弹以外，一起出售了 LAU-128-129派龙架，可以发射 AIM-9X Block 2以及 AIM-120导弹。此前，台湾空军的 F-16战机只能挂载2中2短，也就是2枚 AIM-120与2枚 AIM-9X。但在使用 LAU-128-129派龙架后， F-16可以增挂2枚 AIM-120中程空空导弹，等于可以挂载4枚中程与2枚短程，而且这2个短程还是最先进的 AIM-9X。再加上 F-16V 装备的 AESA 雷达的侦搜距离是过去 AB 型战机的2倍，空军空防战力立即提升2倍。F-16战机携带4中2短的空空导弹，在执行第一波攻击后，仍可以在空中抢占空优位置，也可以应对更复杂的空中威胁，持续发动第2波攻击。关于 AIM-9X 型短程空对空导弹的实力，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肩射击。过去 AIM-9 导弹在发射时，战斗机的机鼻需要指着敌机，才能导引 AIM-9 导弹追逐被锁定的敌机，而经过改进后， AIM-9X 导弹在与敌机肩并肩飞行时，飞行员就可透过佩戴的联合头盔瞄准系统，在发射 AIM-9X 后，以最新的红外线影像寻标导引系统进行大角度偏轴飞行的后射攻击，大幅提升 F-16V 战机的空战实力。AIM-9X 采用的是自动驾驶仪飞行控制系统，不仅有着很高的机动控制能力，还提升了该导弹寻找目标的角度范围，使其在90度范围内都可以准确寻找到目标。其次， AIM-9X 可以有效识别并避开假目标，进而准确地找到正确目标。AIM-9X 空对空导弹不仅要比之前型号的导弹速度都要快，还拥有更高的灵敏度，可以看到飞行员也不容易发现的危险，甚至还可以及时发出指令，可以成功消灭16到19公里之内的所有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实力之下， AIM-9X 空对空导弹才会大受欢迎，受到全球40多个国家的追捧。除了这2项装备的到来以外，台湾在今年的年度预算书中还有一项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项目，陆军编列154.4亿新台币，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全案自2020年执行至2027年。根据此前发布的军售案细节，其中包含射程可达300公里、具有导向功能的64枚陆军战术区域导弹。
同时，在8月31号的时候，台湾又提交了一份2023年度预算书。在这份预算书中显示，由于陆军决定不采购40门 M109A6 自走炮，所以便决定向美国增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从11套大幅增至29套。陆军战术区域导弹也增至84枚。陆军也增购864枚可用于海马斯系统的精准火箭。虽然全案执行年度数不变，但总预算自154.44亿元大幅增加至325.24亿元。增购的18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864枚精准火箭等，预计将于2027年交货。与此同时，台湾明年的整体防务总预算也提升了不少，高到5863亿新台币，创下了历史新高，比今年的预算高出了13%。根据预算是，台湾海军原本规划的新一代导弹巡防舰将更改为吨位较小的新一代轻型巡防舰，预计在2026年完成2艘原型舰，主要负责台海侦巡、外岛运补护航、维护海上交通线安全、支援战演训以及执行护渔等任务。新一代轻型巡防舰将在明年开工，未来将区分为防空和反潜2种构型，前者装备垂直发射系统，后者则是拥有拖曳式声纳，两者总数量有可能会达到8艘以上。服役多年的济阳级巡防舰为优先被取代对象。在这次编列预算中，特别提到了不对称作战，这也是台湾一直的追求。可以说，从今年2月份开始，乌克兰在抵御俄罗斯进攻的表现，让不对称作战发挥到了极致。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无人机了。谁也没有想到，在乌俄开战之后，土耳其提供的武器装备能有突出表现。特别是 TB2 无人机竟然对俄军的攻势发挥了有效的阻滞。开战初期，乌克兰空军战力极被压制，但其无人机空军在战事初期发挥了相当的作战效果。乌克兰凭借 TB2 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如装甲车、补给车队以及机动防空阵地，在俄乌战事初期减缓俄军攻势有一定注意。后来，乌克兰还开始用 TB2 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海上目标，包括俄军在蛇岛的据点。攻击俄海军莫斯科号巡洋舰时，就是使用了 TB2 进行的目标标定。击伤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巡防舰也有 TB2 的功劳。另外 ，TB2 也曾攻击11770级登陆舰，导致其舰桥严重毁损。在现代化战争中，地面车队和重要军事目标通常都会建立密集的对空火力防护，这也给有人战机带来了巨大威胁。而高空侦察卫星由于时间与空间的显示不能实施有效和实时的检测，这个时候无人侦察机就可以发挥作用了，能以较小的损失进入敌军前沿阵地和后方防御纵深，将各种信息传送回联合指挥中心。虽然大部分无人机载弹量和续航里程都比较小，但是对付地面目标，特别是步兵和装甲部队，能够取得理想的打击效果。尤其是具备隐身效能的无人机，能够轻松地突破敌方防空火力网，发射空对地导弹，摧毁敌方重要目标，甚至指挥控制系统。即使发动自杀式攻击，也能取得不错的战果。与有人驾驶飞行器比较，无人机尽管有着不少战术技术性能上的局限性，但在遂行高危险任务时，特别是摧毁敌方重要防护目标时，是其他武器系统无法替代的不二之选。无人机已经通过其自身优势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规则。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台湾将无人机作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台湾2022年度预算书便有提及，将用4年的时间，在台湾45处军营建置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台湾也在嘉义县设立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今年8月正式挂牌，也正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让全世界看到无人机的重要性，所以台湾才会选择将无人机作为发展重点。从明年开始，许多军购装备都将逐渐交付，台湾12项造舰计划也会逐渐展示成果。你们觉得明天台湾军力能上几个名次呢？美国军售能否准时交付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